欢迎回来。我上期影片提到炉石对战中的资源种类以及如何转换优势。我这次会提到不同牌型对战的时候，什么资源是最主要的关键。PVDDR 对游戏的基础理论见解实在是太精辟，所以我再次引用他多年前所撰写的炉石概念，并以具体对战举例。铺场型卡组内战，双方前期都会铺场，并有着非常高比例的生物交换，于是节奏相当重要。如果有一方输掉节奏，会屈居劣势，再也无法战场，就等于宣判死刑。如果双方在这方面势均力敌，就会进入下一个关键资源比判——卡牌。生物互换之后会逐渐死亡，铺场型牌组所带的卡牌多半为生物牌，因此谁的资源比较多，就意味着谁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场面。走到最后这个关键资源时，必定会分出胜负，所以 PVDDR 才会说先节奏而后卡牌。打脸牌组跟铺场牌组最大的差异是，过了几回合关键资源就会由节奏转为生命值，但因为不是固定的回合数，要视情况而定，没有公式可循，所以这点成为快攻最不容易专精的原因。在快攻内战中，打不好的人往往只看到最后的右手或靠赛，却忽略了到底是哪一手的抉择导致不同的结局。打脸牌组内战的时候，一开始最重要的仍然是节奏，无法处理别人前期场面的一方会直接死亡。当双方打着打着，会开始有一方再也无法战场，或是双方场面不分轩轾，但有一方生命值较低。跟铺场牌组内战不同之处是，打脸牌组具有直伤卡牌，所以关键资源会慢慢转为生命值。生命值太低的话，即使到了中期有比较强的场面，也不见得会赢。这类型的对局对新手比较难的地方是，如何前期一边保持节奏，一边打脸削减对手的血量。控制牌组对上打脸型牌组的关键资源是血量，亏牌亏节奏也要保护自己的脸，因为在 BZ 还没把炉石的基础理论全毁之前，打脸牌组的直伤有上限，只要守住就赢了。卡牌优势与节奏优势在这类型的对战中反而不是关键。控制牌组打到铺场牌组时，除了 AoE 解场之余，跟上对方保持节奏会比卡牌或血量优势更重要。铺场牌组只要没有生物就很难造成高爆发，所以光是补血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，而比对手抓更多牌却无法处理场面，也只是抱着手牌死去。在还没有 AoE 时跟着一起出怪才能保持节奏，进而换怪，降低对手给的场面压力。控制牌组内战的关键资源是卡牌。观众很容易理解，因为双方都会打到后期，甚至在 BZ 还没杀死纯控牌组之前，打到疲劳相当常见。因此在内战中，谁输了卡牌资源，就会慢慢输掉游戏。大家觉得 Combo 对上不同牌型的关键资源是什么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，我们下次再见。